们今天要占卜的主题是你的爱情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你的那个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以及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质跟相处模式？还有你们单身的原因，要怎么找到这个恋爱的对象呢？那我们今天呢，会有一部分是比较探讨你们内在的部分，就是关于你们的一个内心以及单身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今天有3组牌，是3种植物哦。第一组是玫瑰花，这张牌画的是白色的玫瑰花。好，那对应到的是这张枫叶。橘红色的一个枫叶。那第2组呢，我们是这个 Snapdragon， 它是金鱼草，它是这种紫红色的小花，一串一串的，非常的可爱。对应到的是这片有爱心形状的这个绿色的叶子。好，我们第3组牌是Lavender， 是这个薰衣草，它有淡紫色的这个小花哦，很浪漫的感觉哦。对应到的是这片叶子清楚的这个纹路。好，有这3组牌，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或者是你凭直觉选一组你最喜欢、最有感觉的牌。你们可以选上面的植物，或者是这个用叶子来选择，或者是用叶片的形状啊，或者是颜色来选择哦，看哪一种方式你们比较舒服。那选好的朋友就可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直接连接到你们那一组的牌组去听解牌哦。Hello， 选到第1组，选到白色玫瑰花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哦。首先是你们的对象，下一段恋情什么时候会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好，第1张牌是，当你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咯。所以它出现的速度和你们自己本身有关哦。你现在对于新的恋情啊，你是不是敞开的？你是不是有想要去认识人呢？或者是说，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恐惧，也不会去拒绝的呢？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耶。第1组的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塔罗牌哦，来看一下，还有手好金币的守护者哦 ，Three of Cups， 还有恋人牌哦。好，这个是看一下你们目前的一个状况哦。首先，我们第1张牌啊，它就出现了宝剑9哦。宝剑9的话，我会觉得说，选到第1组的朋友啊，你们好像目前呢，就是心中啊，对于过去的一个感情的经验啊，就是你的思想里面有一些能量，好像还正在被束缚着。就是你想要忘记，你想要去挣脱，过去在思绪上给你带来的一个包袱，过去的经验，然后呢，我觉得你们可能有一个对你影响很深，没有办法，你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遗忘的伤痕哦。你对于过去的有一些事情，好像有一点后悔。有一点叹息哦，因为宝剑9这张牌啊，它是一个火星在双子的牌，它是风象的牌。我会觉得现在的你们啊，好像常常会想很多，这个想很多是不时的就会想到，或者是反复的思考。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如果我当时这么做的话，会不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感觉上你们这个有一种能量是，比较焦虑、比较害怕被抛弃的感觉哦。就是其实你们在内心深处啊，并没有
很舒坦，感觉上有一些纠结，并不是很好过。对于某一些事情啊，还没有好好的走出来，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你过去感情经验的一个伤痛，或者是说，有一小部分的朋友觉得，如果你过去并没有这种，感情经验的一个创伤，你可能还是单身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的伤痕其实是来自于有关于你们家庭、原生家庭，可能你父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或者他们是单亲，你是隔代教养的情况，你对于爱情其实存在一种焦虑感，害怕你自己会复制到你原生的一个家庭哦，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经营未来的这一段感情，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恐惧啊跟紧绷的情绪哦，然后你们对于爱情的态度啊。我觉得我这边看到的是这个金币的守护者，其实你们是很想要好好的守护一段感情的。然后这张牌它上面画着是一个小熊哦，然后它守护着这个代表物质世界的金币，它其实就坐在这边看着整个森林，看着大树，它是一个很静态的感觉。然后呢，它其实有办法去看见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身为一只小熊啊，他要怎么去保护他手上的这个金币呢？那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牌的你们啊，你们本身其实是一个内在其实是一个很感性、很温柔的人，然后你们也是一个很实际、很可靠的人。你们有务实的这一面，就像这个金币一样你们其实是会好好的去耕耘自己的土地，包含自己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学业或事业哦。那但是呢，在感情上你们其实蛮需要一个安全感的，就是这种安全感是需要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被承诺的一个关系哦。那其实这张牌有出现了，就是你们本身其实是有能力去爱人的，而且你们可以经营一段有品质而且优秀的一段感情，就是它可以让两个人都提升得更好，因为你们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很理智，而且是一个很务实、很可靠的人。其实你们也蛮容易被这种很勤奋的、很实在的人、很有品质的人所吸引。这张牌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然后呢，我在这边还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其实你们心里面啊，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你们就是这种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因为其实你们很怕进入到感情前要进行那个暧昧，或者是说他回不回讯息之类的，就是内心会等待啊，会纠结啊，会很焦虑。其实你们不大想要进入这种很不确定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在感情上啊，其实你们会有一点圣杯3，它是一个水星在巨蟹座的牌，它其实代表喜悦、快乐跟丰收，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很期待一段可以让你们觉得很安全、很快乐，可以很放松的一段感情哦，然后你可以在他面前自由自在的表达，就像把这种隐藏在内心里面的这种喜悦啊都表现出来。可是如果你没有唤醒自己内在的这个部分，你内在其实会有像这3个杯子一样，它是3个会跳舞的女神。你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让你感觉到安全，你没有能够去尽力的放松你自己，或者是看到你自己的这一部分的话，你其实在感情里面是没有很舒坦的，你没有办法经验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高度的爱跟放松跟喜悦的一个感觉哦。因为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可能从小一直以来都很羡慕那些背后有着很多很多爱的人，这种无条件支持的人。你们看起来是蛮乐观的人，
你其实也不是很想要去逞强，可是你们又觉得你的背后、你的后面其实好像没有人可以依靠，所以你必须很倔强的去生活或者是去生存。你们有的时候遭遇到委屈，你其实是不会哭的，你是很倔强的，你不愿意去求别人，你不愿意去流下眼泪，不愿意去展示你的脆弱，然后你们也蛮会被别人影响，特别是别人说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或者是对你的一些指教、批评等等的，你其实会蛮在意对方给你的一个回馈哦。那你们常常会压抑住内心的一些不满，因为你们不大敢就是随便的对别人去发泄跟发脾气，因为你知道可以这样做的人可能他背后是有人去支持或者是有人去撑腰其实你们不大会这样做，因为你怕会把别人吓跑。你可能在感情上也是一个还蛮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因为你觉得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完全这种放松的人，但是其实你们内心是很期望一段长久、一段充满魅力、一段就是有点像这张牌出现的，它好像是一个梦境般这种强烈的吸引的这种感情这张牌是恋人牌我觉得其实你在内在深处会期待这样子理想的恋情，然后一个很安全、很放松的一个很契合的一个感情，对感情其实有很深的等待跟期待那你们自己的心理防线蛮高的，你们不大会去打扰别人，常常会一个人去消化一些难过的事情绝望的事情就是会沉默的来疗伤你们心里的防线其实是很高的，可是一旦被突破你的防线之后，你就会全心的付出。那如果在还没有真正爱上之前，对方对你这种冷淡忽冷忽热，你其实也不大会，就算你内心再喜欢，你也会用理智去压抑，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在乎的感觉，但是其实内心很痛。但是这就是因为你们本身有倔强的这个一个部分，但这个人如果一旦突破你们的心理防线，你其实就会被他强烈的吸引，你会把自己好像很多的东西都跟他分享，你希望跟他建构出一段长久稳定，而且是这种蛮快乐，不要这么多眼泪的感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神谕卡有给你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我们来看一下3张独角兽牌。第一张牌是原谅他说让时间去治愈你内心可能有一些这种埋怨责怪或者是生气就是让时间去治愈那些走不过的坎，就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时间可以和过去的伤痛握手言和，你就不会再这些事情还存在，可是并不会这么的影响你了。这张牌也是治愈的牌我觉得选到第一组的你们其实要好好的去看见你的内心，你其实是有力量去治愈你自己，还有这边有讲到治愈他人我觉得跟这张金币的守护者其实是有像的，因为你们其实就是有这个能力去守护别人跟保护别人，但是你要先看见你自己内心这个能力跟品质。接下来呢，这张牌是请听你自己内在真实的一个声音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因为有时候别人告诉你听到的资讯可能是错的，遵循你内在真实的声音。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2张牌。第一张牌它是说你是否生活中你有哪一些期待，或者是你给你自己设下的标准，它其实是很难去达成的。
就是也许第一组的你们啊，曾经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或者是说你在关系中给对方设下了一个很理想的标准，或者是说你在择偶的时候，你有一些你想要去做到的就是达成的条件，可是这样子的人好像不容易出现在你的生活圈。如果你们给自己，或者是给对方，或者是给一段关系设立了太高的目标啊、条件或者是要求，其实你们很可能会在关系里一再的经历失望。当对方没有达成的时候，或者是当自己没有达成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感到失望。那这张牌它其实有建议说，你们可以去用感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做不到或者是没有达到的部分，这样子你其实会经历一个比较丰盛的感觉，因为你放下了你的期待，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值得感恩，因为你放下了你过高的期待，你知道你其实已经做到了你能够控制的部分，在你有限的能力下，在有限的资讯内，你做了很棒的努力。虽然遇到了不好的波动，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可是这些责任并不在你的身上，所以其实不用对你们自己或者是对关系失望。第二个部分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察觉自己的需求，并且和别人去沟通你自己需要什么，或者是自己看见你自己需要什么呢？那有什么需求是你现在可以满足自己的，但是你还没有去满足呢？当你回应你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你说好或者是不好，是不是都依照你们自己本能的欲望？这组的朋友，你们对你们自己诚实吗？对，你们有没有好好倾听你们内在的感觉？相信自己的需求是重要的，并且把这个自己的需求是重要的这个形象表达给其他人知道，还是你无意间透露出，其实你的需求是可以被排在很后面，被排序在后面的呢？当你坚持的你自己的需求，你其实就可以去建立足够的环境来表达你心里真正的一个渴望了。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的，就是你在感情里面是否可以好好的去表达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好好的去正视自己的需求我觉得第一组的课题其实就是要关照自己跟爱自己，因为当你关照自己跟爱自己的时候，你选择的对象它其实会是比较同样的，它不会是对你不好的，会是比较真诚的，然后也是重视你的。同时你们不用对这个对象设下太多这种很梦幻般的一个条件可能他的身高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这种国籍或者是他跟你要有很多很多共同的话题，能够这种很默契，或者是说他的家人你都要很喜欢等等的各种，就是太多太多的条件因为你设下太多的条件，其实比较不容易去开展一段关系。也许当你降低了你的这种期待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宇宙给你的是更加丰盛的，因为你就不再一再会经历没有达成条件的失望。其实宇宙准备好给你们的东西可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但它会是更加丰盛的。好，那第一组的朋友我们这边是有关于你们内在的一个部分，要怎么样找到单身的原因，以及还要怎么样找到你们的一个对象。我觉得你们比较是想要在内在需要在内在关照自己，以及疗愈这个过去的一个伤痕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未来的这个对象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我们来抽一下字条。好，第一张牌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对象他是有事业心的人，他其实跟这个金币
守护者非常的像，也许他赚的钱可以给你们好好的守护，你帮他守财，你帮他规划，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他是一个对于事业很有想法的人，我觉得赚钱能力可能也不错哦。好，你们可能是在不同的城市，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会一起在移动到不同的城市，你跟他相遇之后，你可能会离开现有的地方到不同的城市去，你们之间的物理上可能是有一些距离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它会有一些贴心，这个贴心是不经意的贴心。这个其实是指说，这个人可能不是说处处都做得很周到、很服务、很体贴的那种贴心，但是他会在你出其不意的地方给你一些贴心的感觉，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是个大直男，就是并不是这么懂，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有一些木头，或者是并没有那么细心，可是他其实又会在小地方让你感觉到很贴心。再看下一张，他是一个会照顾人的人哦。他可能会像这种姐姐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哥哥之类的，他会喜欢去照顾人的感觉哦，会很喜欢好好的照顾你。有些人可能会去宠爱你，或者是你在他面前可以像个孩子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喜欢照顾人的人。这个照顾可能会在各个方面，也许他是在生活上，他会帮你煮饭给你吃，或者是做甜点给你吃，或者是他会把家里收纳得很好，让你有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也可能是在这个金钱上的一个付出，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他可能会接送你之类的，是一个会照顾你的人呢。好，你跟这个人第一组的朋友，你跟这个人，你们之间其实是有强大的缘分，你们之间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你们可能前世会有业力关系，所以你接下来的遇到这个对象你们其实是有强烈的一个吸引，就是你们冥冥之中就是要注定遇见这个人的。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是一个可以很静也可以很动的人呢。他有静态的活动，可是也有动态的活动，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对新事物愿意去尝试跟体验的人，他是一个应该说有双重特质的人。看一下，好，他是属于比较深思熟虑型的哟。好，他是一个会思考比较多的人，然后他们也会照顾你。我觉得他在事业上可能也是思考，有他的一个步调，愿意花时间在你身边。好，他愿意花时间陪伴你哦。再来看一下飞机耶，这边出现飞机，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需要坐着飞机来找你，或者是这个人他很喜欢旅行，他喜欢坐着飞机去旅行，或者是他的工作常常需要出差，也可能是你跟他遇见之后，你会需要坐着飞机去找他，或者是你们两个会一起就是常常的搭飞机去旅行的感觉哦，你们两个都很喜欢旅游。好。这个人他自尊心很高自尊高，有点爱面子的人，我想，然后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对，爱面子，他是一个自尊高、有点爱面子的人，所以跟他讲话的时候要维护他的这个自尊跟面子。这个人他可能是喜欢看电影的人哦，他会喜欢看各种不同的电影，电影迷吗？
有计划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属于深思熟虑、有计划的人。对于他的金钱或者是感情或者是人生，我觉得他谈感情就是可能想要有结果，比较不大属于就是我想要跟很多人暧昧，或者是我想要游戏的人。他比较属于这种跟你们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也蛮务实的人，他对任何事情都有计划的，可能觉得他要感情就是要这种要有结果的一个感情这个人啊，他其实蛮有美感的或者是说他会对一些艺术的方面是有兴趣的，或者是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喜欢穿搭，他可能对于鞋子啊或者是衣服，对于他的打扮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呢，他对于他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啊，像是电子物品啊，或者是器材，或者是这种摄影机之类的他其实是会很会选物的一个人就是他有独特的眼光的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沉稳，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沉稳、稳重、深思熟虑，而且对于人生很有计划的人呢。然后稍稍有一些爱面子跟自尊高，我觉得算是可以长久走下去的对象因为他愿意花时间在你们身边。第一组的朋友，如果这样子的人出现在你身边，然后你刚好也喜欢这样子的对象，你们不妨好好的考虑一下，让他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让他带你们去旅行，让他花时间陪在你们身边，让他们照顾你，让你们一起打拼你们的事业好，以上呢就是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咯。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选到这个 Snapdragon 金鱼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爱情，你的桃花什么时候会到呢？月老爷爷什么时候要帮助你们牵起红线呢？来看一下这个人很快就会出现了我觉得选到第二组的人很可能有些人已经出现了，你们可能正在暧昧中，然后有些人这个人可能是已经偷偷暗恋你们一阵子了，或者是你们的一个旧识，就是以前认识的人。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旧识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们认识不久，然后就一见钟情，或者是认识不久，彼此感觉就很不错，然后就愿意在一起了。好，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咯。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单身呢？以及神谕卡给你们的建议。最后我们再抽一下你们未来的这个对象，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特质，还有你们的一个相处模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好，第二组的朋友觉得你们其实是在别人眼中蛮耀眼的一群所以你们说你们单身别人也觉得好奇怪，你们为什么会是单身呢？因为你们其实蛮闪耀的，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这个艺术方面有特长，有的人可能是跳舞有的人可能是这种在文字或者是在数字，或者是在这种工程方面等等的，就是你们有一个很特别很擅长的领域，然后你们在投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就是蛮闪闪发亮的，就是
在投入你们喜欢做的兴趣的时候，其实对于别人来说啊，你们的姿态是非常吸引人的。这张牌的基调是紫色的，其实是有点浪漫，我觉得它代表你们的内心，你们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人，然后你们也是会带给别人温暖的人，你们会在黑暗中燃烧，会照耀自己也照耀别人，所以说你们单身，别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们的外缘其实不错，你们的人缘不错，很可能一直也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去认识，其实是别人是蛮容易喜欢你们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出现了2张金币牌，一张是这个小熊拿着小金币，第2张牌是这个 Ace of Pentacles， 它这张牌画的其实是金币种子哦，它在画的是小小的金币种子啊，那其实正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去破茧而出，破土而出。那这个金币的种子啊，它其实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还很安全的一个机会，让它好好的生长，按照自己的步调成长。最好这个环境是很肥沃的，然后这个土壤是很温暖的。那这张小熊拿着金币的牌啊，其实小熊跟这个小小的金币，它正在一片很漂亮的这个花园的草地充满花朵的这个草地，它看着拿着金币看着天空。我会觉得说第2组的你们，其实你们某些人是蛮有事业心的，或者是说呢，你们是很重视未来这个对象啊，是不是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个物质上的安全感，就是你们觉得爱情很重要，可是面包绝对也很重要。你未来这个对象，有一些人是你们希望他是有良好的经济能力的，那有一部分的人，你们可能本身自己就很有事业心，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追逐这个金币上，然后其实就像这个金币的种子一样，你们现在正在耕耘，等待有一天你们的耕耘是可以发扬光大的。那你们可能有自己的副业或者是兴趣，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开工作室，或者是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在你的工作上，那以至于呢，你们好像会很累。有的时候虽然你们是有机会的，但是因为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分散了你们的这个时间，所以对于可以分配到可以真正的去认识人的机会其实并不多。那可能你们的选择也蛮多的，因为第2组的你们其实外缘很好哦，所以对你有兴趣的人蛮多的。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很多人一一的认识等等的，那或者是选择太多不知道怎么选，这个主要就是你们时间的一些分配的问题。好，那这张牌啊，其实有 Five of Swords， 这张牌好像说你们目前呢，有一些人面临了一个生存上的一个竞争哦。这张牌的基调是寒冷的一个冬天，它正下着雪哦，然后这是刚打完一场仗之后的场景。4支宝剑都是平躺在地上的，只有1支宝剑还竖着的，所以你们在生存的这场战役中，其实很辛苦，然后可能你也背负了蛮多的压力的，它花掉你很多的精力跟很多的资源，也牺牲掉了蛮多东西的，但是你们还是想要赢，还是想要存活下来，而且最后有这支宝剑还竖着，代表你们其实是有成功的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下来。这可能是一场关系上的一个战役，或者是在你生活中的一个战役哦，就是感觉上你们处的这个环境啊，给你们带来蛮多的压力，你需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应付，这个可能也是造成你们单身的原因哦。你们可能最后所分配留下来的时间啊，在感情上不是这么多。
然后这张牌还有指的是这个战役啊，可能是来自于你内在的你的一个内心的自我论断，或者是自我批评。你们很可能在关系里很想要成为他最好的男朋友，或者是最好的女朋友，所以你们会去试着改变自己，或者是去学一些不同的东西，满足对方想要的那个样子，满足对方对你们的一个期待哦。你们其实是蛮想要赢的，就是你们想要赢过他旧有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也想要在他心目中得到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哦。所以我觉得你们活得也是蛮，怎么说呢？也许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你们很棒、很厉害，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是有一些辛苦的，因为为了要达成这样子的期望，其实会花掉你蛮多的一个压力。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啊，其实也是蛮有进取心的哦。然后你们绝对是很想要、很发光的一群。所以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是单身呢？就从牌面上看起来，你们应该是别人都觉得你们其实好像是不大会是单身的人啊，然后又觉得你们可能选择很多，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怎么选？然后有的时候人家可能还会说你们是不是标准太高，或者是太挑剔了之类的。那有的朋友，你可能是你自己想要的对象，或跟家里想要你们去找的这个对象是不大一样，有一些来自于家庭的压力，然后你可能就会造成你交友的一个阻碍。那你们真的是花了蛮多时间在追逐这个金币上的，可能是你们的一个前程哦。你也希望对方他是有能力去追逐金币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人，神谕卡有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建议跟指引呢？关于脱单。好，首先呢，想告诉你们说，你们的等待是绝对值得的。你目前的耐心等待，最后会迎来一个很好的人。第二张牌是 Try something new， 他说除非你去尝试，不然你不知道你其实可以做这些事情。你们可以去试着做一些平常生活中不会去做的事情。那像是你可以改变一个上下班路线，或者是你可以试着尝试一款新的游戏，或者是新的交友软体，或者是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本来你不会去的一些聚会或者是场合，因为未来呀，我觉得这个对象很可能是在你们现有的生活圈之外的，或者是你会跟这个人一起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是有助于促进你们感情的。第三张牌 Just be yourself，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你要很享受当你自己哦。觉得这张牌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当你享受当你自己，然后当你可以很能够做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吸引到的对象他也是会喜欢你原本的一个样子哦。你不必特别去表现出一个模样，试着去配合对方，或者是这个模样是符合社会大众普世价值这种世俗的价值观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啊，我觉得当你做你自己，而且是很快乐的做你自己，其实就会吸引到跟你频率相同的人，完完全全喜欢你这个样子的人。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Am I focused on what I want most？ 你目前的时间跟专注力有没有放在
你最想要的东西上面呢，其实刚刚有说过，因为你们好像有太多的东西要做了，太多的事情要忙了，以至于分散了你们这种很宝贵的时间资源。那你是否有把脱单这件事情放在你人生优先顺序比较前面的位置呢？因为其实你的注意力它是有力量的，它是能够产生能量的。你目前的生活其实就是你的信念跟价值观的反应。你要脱单，你就必须要把脱单这件事情、找对象这件事情呢，你要去留意，然后你要去注意。因为其实也许生命中已经有出现了，但是你太忙了，你会没有看到这个人他正在向你接近。那第二张牌是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张牌是说也许你可以对过去的一些事情有不同的一个这种反应，就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哭，什么事情会让你想到就会尖叫，什么事情会让你夜不成眠，什么事情就是会让你很不舒服，不论是大的小的，也许你可以做一些改变，像是你回应别人讯息的一个方式，可能你有的时候会对某一些讯息、某一些字句比较敏感，然后会用一些惯有的姿态去回复对方，或者是你们可能有你们习惯的一个步调吧。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有跟你们说，你其实可以试着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改变，去回应身边目前的这个潜在的对象，也许是给别人多一些的机会，让他们有时间来靠近你。也许这个人他提议去尝试一个新的东西，你本来不会去做的，那你可能会想要去拒绝，因为你觉得这不是你平常会想要做的事。你也许现在可以去做出一个不同的反应，你可以去答应他，去试试看。你可能会觉得，我做得到这件事，而且这件事还蛮有趣的哦。好，最后一张牌是 Name all the things you love。 这张牌说你们选到第二组牌的你们，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想想，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是你喜欢的呢？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食物？你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放松？你喜欢什么样特质的人？各种你喜欢的事物，可以想想看哦。怎么样的事情是你觉得很疗愈的呢？你喜欢看哪类型的书、影片等等的？还有你身边中你很喜欢的朋友，你很喜欢的人是什么？好，这张牌最后要问你的是，你刚刚列举的这些东西、这些人，你也包含在其中之一吗？你们有没有第一个想到说，好，生命中最喜欢的东西，好，就是我自己。刚刚有没有人曾经第一个就是说，对，那就是我？有没有人是这样想的呢？这张牌其实要告诉你说，给你自己所有的爱跟关照。对，在关系中你们过去也许有些人是像这张 Five of Swords， 就是需要一些这种征战的感觉哦。可是这张牌其实告诉你说，当你好好爱自己的时候，当你完完全全的就是能够很接纳你自己，而且当就是很享受自己现在的模样跟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吸引到一个人，这个人也是爱你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而且他也是爱你们的。因为你用负面的方式来批评跟论断自己的时候很可能你找到的也是这个人，他会跟你
你的内心讲同样的话，也许他会用同样的你论断自己的方式来论断你哦。我觉得这是这一组牌的朋友神谕卡要提醒你们的地方，要怎么样脱单，怎么样找到好的对象呢？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未来这个对象他的一些特质哦，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对象他是一个有家庭观念的人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假设你们未来有组成家庭的话，他是一个知道在家庭中他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责任。也许如果你是期待他可以好好的为家庭带来面包的话，我觉得他是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说，选到第二组的牌的你们啊，这个人他也会希望你可以去融入到对方的家庭，然后他也希望，我觉得这个家庭不只有你们两个的家庭哦，他也会去关照你的家庭，跟希望你去关照他的一个家庭。好，第二张牌，这个人是一个喜欢小孩或者是小动物的人，所以如果你们最后组成家庭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希望有小孩，或者是你们两个可能会去抚养一些小动物、一些宠物之类的。好，第三张牌，这个人是一个脾气好的人，就是基本上他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比较不是这种上下起伏、波动很大的人。他是一个脾气好的人。好，再来看一下你们之间呢，你和你的这个对象，你们是有年龄差别的。好，你们的年纪可能是男大女小，或者是女大男小。这个人他是喜欢旅行的人，所以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去旅行，去体验不同的文化，或者是美食，或者是去买那个国家，好好的买你们喜欢的东西 ，shopping 一下。这个人是一个重工作的人哦，对，他也是跟你们一样，他也是这个重工作，就是在这个物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好，这张牌一样讲的是年龄差，这个人可能年纪比你大，或者是年纪小，可是他是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人。我觉得这个思想啊，可能是在对待这个感情，或者是对待你的一个方式，它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对，我觉得这个成熟的定义啊，其实有点这种因人而异，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做是很成熟的，可是从别人的眼光看起来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思想成熟，专门是对你而言。有的人可能觉得顾全大局才是一种成熟哦，那可是这个顾全大局，在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很可能意味着他会需要你去牺牲来顾全这个大局，他可能觉得这样才是成熟的。那也有人可能觉得所谓的成熟是要先保护另外一半，或者是要跟另外一半商量跟讨论，这个才是一个成熟。所以我说，其实成熟的定义啊，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对你而言，它这种是会让你舒服的。和平，这个人是一个，对，他是一个和平、脾气好的人，应该是不大喜欢跟你吵架，或者是当你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就是他的口齿不是这么利的人哦。好，可能就是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他就会好让你发泄，但是他不但会去特别激怒你，或者是跟你吵，他就是一个很和平的人，也许你们也就吵不下去了。
这个人他的原生家庭是很和谐而且圆融的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会造成他有一个对于家庭的观念是也希望它是一个和谐圆融的一个关系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一个阳光型的人呢，所以他是一个阳光，然后比较脾气好的人哦。感觉是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蛮多正能量跟欢乐的人哦。好，忘却旧伤，忘记旧伤哦。这个边有2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在刚认识的时候啊，你或者是他心里还有一个人。可能是你心中还有一个人，可是他的出现可以帮助你忘记旧伤。你跟他相处，因为很快乐，然后你会去想说，要不要去选择这个人，要不要接受这个人。那第二种可能是这个人啊，可能刚跟你认识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经历过一段情伤，但是你的出现就是会让他觉得生命中有了不一样的事情，有了不一样的阳光，会让他忘掉之前那一段比较受伤的感情，然后就会把注意力都专注在你的身上，随着相处的过程中会越来越的投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哇，他是一个很主动的人诶，基本上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草食男，他是一个对于喜欢的人啊，也是会蛮主动的。可能你去聊他，他会给你很主动的回应，或者是你做球给他，他会主动的接住。好，也有可能他是主动发动攻击的人，是个主动的人。这边有提到交友软体或者是这种聚会哦，也有可能如果喜欢旅行，也有可能你们是在这种旅行中的这种团体认识的。那也有可能他是这种3、5好友朋友聚会认识的，或者是比较多人的一个场合中，一种这种场合啊，这种人也有可能是指线上很多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在实体中有很多人相聚的一个场合中认识到的这个人。你们可以尝试看看，也许你生活圈比较就是上班下班，然后上学回家念书之类，你可能生活圈比较小，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这个 app 交友软体。我们最后一张啊，你们在一起很快乐，会想要黏着彼此所以你们可以黏在一起，互相去旅行。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蛮想要花很多时间在家庭的人。也许他下班回来的这种聚会不是很多，就是不大会说又跟朋友去外面做很多的事情，他会把蛮多时间都在就是花在你跟家庭身上，黏在你身边。然后因为你们在一起就蛮多很开心的事情可以做，或者是2个人讲话的时候啊，就是彼此都觉得有 get 到他的这个笑点哦，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也许是什么都不做，看到他就觉得很快乐，或者是他说什么话你都觉得蛮有趣很好笑的一个人。总之呢，这个人是属于比较阳光型的人，阳光啊，然后我觉得会给你生活中带来很多正能量的一个人。好，然后你们很有可能会走入家庭，因为他是一个有家庭观的人。好，那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耶，而且重点是他脾气蛮好的，所以可能不大会吵架，或者是不大会吵得很凶，就是发生一些这种
动手啊、摔东西啊，或者是冷暴力，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人。好，我觉得第二组你们的这个对象是充满正能量的阳光暖男的感觉哦。希望你们可以赶快遇到这个人，或者是他已经出现在你们身边咯。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的解牌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赶快留意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即将要出现了，特别是你们要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咯。好，那就祝福你们咯。Hello， 大家好！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刚刚选到第三组薰衣草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你跟你未来的这个对象，什么时候会见面？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时候会有一段甜甜的恋情哦？好，第三组的朋友，你们1年内也是蛮快的哦，1年内就很有机会可以遇到你这个恋爱对象，1年内你的桃花就会开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你们为什么现在还是单身呢？以及我们要怎么脱单？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这个对象的特质哦。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的部分哦。你们有2张金币牌。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一组的牌啊，你们为什么会单身？其实你们是身边是有人，也是有机会的，但是你们单身的原因比较像是，你喜欢的人啊，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然后喜欢你的人，你好像又觉得没有顺眼，或者是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第三组啊，你们主要的就是你们心里其实有人，然后他也占了蛮重的一个位置哦。那这个有人，可能是你的一个旧情人，或者是因为疫情啊，因为距离或者是一些外力等等，导致你没有办法和他继续在一起的人，那你可能是被迫要分手或者是断联。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啊，其实是你们根据特定的形象，可能是你心中的一个偶像，或者是你身边曾经崇拜过的一个人，就是你是根据特定的形象去列你的条件，或者是打造你的条件，那你就一直在等这个特定的，好像要符合某一些条件的人出现，就是你们心目中有很明白，我就是想要这样子的人，所以其他人出现在你们身边，对你们有感觉，但是你对他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人就是第一个啊，就是你们心中有那种很喜欢的一个人，然后其实你还没有放下。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在等待，好像符合某一些特定条件。这个条件可能是你喜欢的一个偶像，或者是你崇拜过的一个人，你希望会有跟他同样的特质的人出现。那目前看起来你们觉得好像还没有遇到就是顺眼的啊，或者是有感觉的人，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单身。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塔罗牌说了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2张金币牌。那第一张牌哦，这个它是 Ten of Pentacles。那这张牌它画的其实是树干，树干上有好多的金币。那前面这张牌是 Three of Pentacles。它是一个小树，有3棵不同的小树，那它下面是盘根错节的树枝。大家
可以想想看，你们要从这个小树啊，成长到这个很粗很大的这个树干，它其实会需要花蛮多的时间的，甚至好多年，它并不是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它是从这种种子开始，慢慢的生根。所以啊，我觉得其实你们在之前，其实你们身上就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好的一个品质。这个品质就像这棵树上的金币一样，它是闪闪发光的。所以我觉得，因为你们本身身上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吸引人的特质，你们不大会想要降价求售，就是你们不大想要在感情里委屈自己，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你是有一些很棒很稳固的特质，那你既然这么棒，你就留给懂的人来爱，所以其实在感情上你们有你们自己一定的坚持的。那第一张这个 Three of Pentacles 啊，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3棵树在地表上好像是各自独立，但是其实在地底下它是盘根错节，它们的根啊其实是交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你们身边其实是有这个人际网络在保护着你们的。这个人际网络有可能像是你平常习惯待的一个空间，对你来说这个空间啊就很像自己的一个私密的这种小天地。那也许是一个这种咖啡厅或者是一个餐厅，那这种场域啊其实是有保护你的能量在的。塔罗牌有建议你们可以多多去这些令你们感到安心跟舒适的能量，因为啊你们身上表面上看起来啊，其实好像就是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就是你会自己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可是实际上在这个地底下，或者是说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其实还是有需要跟人家连接或者是依赖的一面，就像这3棵树，它们在地底下树根其实是交集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你们啊，特别是在做你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大的能量。你们可以透过像是这种讲座啊、学习啊、课程，或者是像一些像是派对，或者是这种演唱会的这种场合，或者是你们习惯使用的这种平常就已经在惯用的这种软体啊、游戏啊，或者是 App 之类的，在这个地方你特别感到舒服的地方，这里可以遇到适合你的人哦，就像这张牌一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Child of Swords 还有 Ten of Swords， 我们出现了2张宝剑牌哦。那右边这张牌啊，它是 Ten of Swords， 其实它画的是树干，但是是这种已经被砍了一半的树干，剩下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的宝剑插在这个树干上，它已经被插到裂开了，可是这些宝剑好像还没有放过它一样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就像这个小树慢慢成长成这种大树，身上有这种闪闪发光的金币，你们有很美好的特质。可是某一方面，你们在内在其实也是有一些好像有这种10支宝剑在插在你们的身上，你的内心好像是被迫要被裂开。那这张牌其实有说，有的时候你内心这些伤痕啊，是你自己一遍一遍反复去想才会造成的。伤害你的事情可能已经过了，但是你在脑海中一直上演着同样的一个戏剧，一个剧嘛。其实这张牌上这些宝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们就是可能要劈这个树木，那这个树木上的裂痕也成功的画出这个裂痕，所以宝剑其实可以移开了，因为它的任务完成了。那对你们来说呢，你们心中可能有这种又爱又恨的人，那
他可能给你们有过一些伤害，可是这个伤害呢，很多都已经是过去留下来的伤害，你们反复的去想，会变成说，就像这个宝剑还有点愤恨不平的插在这个树干上，其实是伤害你自己身上的金币。因为伤害你的人事物其实早已远离，也许他也不在了，或者是对方已经不是很在意。可是当你脑海中一遍一遍在播放这些情境剧的话呢，其实是自己在伤害你自己。那这些伤害你的人事物，就算对方有懊悔，他有表达了懊悔，你们其实可以，假设你有接收到对方这些讯息，或者是说我们也不需要等待他真正的一个道歉，我们就可以自己把这些宝剑移开了，不然这些剑其实会刺伤你身上金光闪闪的金币。这个金币是从土里面，大家看到这3颗金币是从土里面慢慢的长出来，才有你们现在这么美好这么棒的品质。所以你们真的很棒，你们要留给懂的人来爱你们哦。那这张牌是 Thread of Swords， 这张牌啊非常的有趣，就是他画的其实是有一只乌鸦正在看他屁股后面的宝剑。这张宝剑是这样直挺挺的立在雪地上。这只乌鸦看待宝剑的方式有没有很像一个小孩子？因为他是把他的头低下来，从他的两脚之间去看这只宝剑，去盯着这只宝剑看。所以这是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哦。他这个动作很像是瑜伽的下犬式。那这个视角并不是你平常会去看待事物的视角。这张牌提醒你们要遇到适合你们的人，然后要再去谈这种，再去享受恋爱的美好跟激情，跟这种被爱的感觉的话，其实就是要回到初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去爱吧。就像你不曾受伤，不曾被宝剑这种好像内心裂开来的感觉一样。特别是对于那些总是对你很冷淡的人，总是人间蒸发的人，其实你们可以把他们移开你们的生命中，就像把宝剑移开这个树干一样。其实你会发现，你也并不是真的非他不可，或者是你也没有这么的样子的喜欢他。这张牌说你们就是要用初心，就像没有受伤一样，再去接受下一个人，然后用这种全然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纯真去看待你的感情哦。这个是给第3组的朋友哦，就像这个乌鸦看待宝剑一样，你们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要有那么防卫心的方式来迎接下一段感情。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独角兽的神谕卡要跟你们说什么。 Relax, everything's okay。 好，你们不要担心，放松。第3组的朋友不要太担心，因为这些事情最后都会变得很好。第2张牌是 Brothers and Sisters。 好，他说这张牌要你多多的走出去和其他人连接，那么你就会在他们身边中发现爱。其实就跟这个 Three of Pentacles 一样哦，你们其实要多多的和人连接。那这个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找属于你们这种适合的，就是你们跟你们能量跟频率适合的地方，就像是你们比较熟悉的，过去曾经很熟悉的一个场合，那这个场合待得很舒服，或者是它是一个学习的课程，或者是一个线上的一个软体，你觉得它是
对你来说这个界面是很舒服的，你使用上的经验都很好，那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地方找到比较适合的人。其实你身边有蛮多人在爱你们的，他们会想要帮助你们的。好。Hello and goodbye. You will see this change. 这一张牌啊，就是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有一些改变，然后呢，这些改变会让事情越来越好的。你们可以跟新的人说 hello， 跟旧的人说 goodbye， 拜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2张牌哦。第一张牌是 Do I know my strength? Are using them? 好，第3组的你们啊，你们知道自己的天赋跟力量吗？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身上这些金光闪闪的金币，这些很美好吸引人的特质呢？你们知不知道宇宙给你们的灵魂的礼物？其实在感情里面啊，你们是有力量的，而且你们要好好的去使用这些力量。你们本身是温柔强大，而且是这种深层的力量，是这种就像树从土里面长出来，它在地底下其实是酝酿了很久，它是成长了很久才有今天的结果。所以其实你们有非常多累积很好的品质，因此呢，你可以对你不喜欢的事情画下界限，特别是在感情中，对你不好的对待的人啊，或者是伤害你的人，你可以画下界限。另外就是你的力量其实是能够很鼓舞到你身边的人，你未来的这个伴侣，其实你可以去引导他发现爱。我觉得你们身上有好多好多的力量哦，就是因为有这些力量，你们才能够从这个土壤中冲出地表，它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力量，然后再长成这样子很这种稳固的大树。你们的力量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帮助你的伴侣的。好，第2张牌呢是 Does my life have room for more pleasures and play？ 你们的生活中啊，目前是不是比较有压力？因为有出现这一张牌，他说其实你生活中可以，现在是不是还有空间让更多的愉悦、更多的乐趣融入到你们的生活中？你们有常常笑吗？那你们最近的这种情绪，生活中主宰你们的情绪是什么呢？那有些人是不是因为特定的关系或者是工作变得比较少笑容了？在你的生活中多增添一点欢笑、开心的事情，它会很快的帮助你吸引到你对的人，也可以好好的发挥你们的力量。好，那第3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这个对象啊，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好吗？他喜欢你们真实的样子，我觉得很棒诶，就是你们在他面前可以很坦率的做自己。好，有点害羞，你们在性上很合，床事很合。好，这个就是要自己去体会了。这个人呢，他是有一些敏感的特质在的哦。这个人他曾经有过情伤，或者是他曾经有过婚姻的一个经历，他可能是曾经有结过婚，或者是他有一段让他比较这种难忘的一个恋情。来看一下，是一个气质很优雅的人。好，这个人他身边不少贵人在帮助他，然后他的气质不错，是有一点敏感的人。
你们不仅床事很合，其实你们在心灵上也蛮合的。你们有聊不完的话，所以很像是这种灵魂伴侣，而且是身心灵的灵魂伴侣。你们在生活中其实有蛮多话题可以聊的，可能我觉得就像这张牌说的，就是你们要在适合你们的这个能量场域啊，就是让你们比较放松的这种空间啊，或者是这个空间，不管是实体的空间，或者是线上的空间，你可以遇到，我觉得这个人会有跟你们有同样的兴趣跟喜好，或者是喜欢吃的食物，喜欢看的电影哦，所以你们其实会有聊不完的话。好，这个人他比较生活上比较简单，他可能不大喜欢太繁复、太复杂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像这个 Child of Swords， 就是回到小孩子一样，就是比较纯真的心态去对待他，其实就够了，不用太多的防备跟武装哦。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慢慢发展，所以我觉得刚刚说的这个1年内，可能是你们就是你们认识啊，然后到在一起，它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你们两个，可能过去都有一些伤口，所以你们两个可能会更加的谨慎跟小心在认识彼此。你们的发展是慢慢的，就是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点像是滴水穿石。有一天呢，你就发现你的心已经被这个人占据了。这个人他可能在家庭中，他下面是有弟弟妹妹，他是排行老大的，或者是说他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在他某一个兴趣的领域，或者是在他工作方面，他是具有领导能力的，他可能是有某一方面的专长，在这个方面很多人会来请教他跟问他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他的外表是你的菜，外表有吸引力，因为我觉得第3组的你们，其实你们也是一个需要顺眼有感觉的人，所以外表啊，对你们来说也是要顺眼的。那这个人外表对你们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好，平等跟互相尊重。我觉得第3组你们的对象啊，比较不是那种很大男人，或者是很大女人，或者是说他这个。就是他在工作上可能，因为他是有领导能力的人，所以他在工作上可能有他强势的一面。可是他在感情中是比较平等跟互相尊重的，就是两个人感觉是对等的，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往共同的目标或者是事业去冲。如果你们是那种这种事业上的伙伴，感觉也会很不错。那在平常相处的时候，他是一个懂得尊重你的人。平等跟互相尊重。好，他的经济基础还不错，有经济基础不错。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他是在过去是有一些积累的。在遇到你们之前，很有默契。我觉得这个跟聊不完的话就很像，放在这里，你们就是很有默契，可以聊不完的话题哦。对，特别是要在你们适合的能量场域去找到这种很有默契的人，就是这一张牌，大家要记得要在你们习惯的这种能量的场合去寻找哦。好，再来看一下，可以抱你吗？好啦，放在床事很合这一边，可以抱你们吗？然后之后就各自看要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人应该会蛮喜欢抱抱的。好，
大纠结过往的错误放眼未来。他虽然是一个有这种情商跟婚姻经历的人哦，但是当他度过了那个期间之后啊，他其实不会一直反复的去想，或者是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他的眼光基本上是往未来看的，他会把过往这些伤害，或者是他伤害别人，那些他做的没有很好，或者是在感情里不够成熟的地方，他不会一直很纠结，他会放眼未来遇到的你。好，这个人是一个人生目标清楚的人哦，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人云亦云，就是那种很去追求说别人说什么我就要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人生目标很清楚，就是他要的他才要，不一定会按照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成功的标准去前进去进行。他这个目标是他觉得真正他想要的，或者是他自己定义的成功，并不一定是世俗上的成功哦。好，那他的经济基础不错，身材能力还不错耶。最后一张牌，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内向跟细腻的人，在感情上哦，所以他才会比较适合慢慢发展。好，以上呢就是第3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身边出现了这样子的人，请你们好好的把握，或者是睁大眼睛看一下，你觉得这个人外表有没有真的很吸引你们，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人，记得要好好的把握，你们1年内其实也蛮快的，就会慢慢发展，也许不到1年可能就可以跟他成为恋人了。好，以上是第3组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哦。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咯，拜拜。